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心的是，川普这时候逼南韩要预付3500亿美元的金额，它变成了一个提款机外交哦。掀起的是韩国是否爆发金融风暴危机呢？现在李在明非常的紧张了，在这个时候，他突然间打出了一个亲中牌，祭出了对于中国大陆免签的这个牌。在接下来的 APEC 峰会，它能不能背水一战呢？今天一起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李在明，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在7月份的时候，他曾经高调承诺说，确实我们南韩会投资美国3500亿美元，但是没有想到没过多久，他就话才说完就打脸了自己，他说，如果没有保障措施，那么南韩是有可能会重蹈覆辙当年1997年的金融危机的，所以他又不想要付了。那川普在这时候还是坚持，他说：“你南韩就是必须要预付这一笔庞大的投资金额给我们美国的。”南韩的总统顾问这个时候也跳出来，他说：“韩国现在真的没有办法，无力啊，依照你川普要求，用现金来预付这一笔这么大的金额哦，3500亿美元的。他说，接下来我们只好想办法了。一直到10月份有一个 APEC 峰会，我们在这个之前会想出一些替代方案来跟你们背水一战。话说完之后，我们来看到川普最近又夸口了，他说啊，不管是日本还是南韩啦，日本呢是会给我们5500亿美元，南韩是3500亿美元，这些都是一次性的支付哦，把盟友当成了提款机。好，那接下来这个3500亿美元，李在明到底要从哪里生呢？川普是故意强人所难，南韩的经济会不会陷入金融风暴？委员怎么看？南韩经济会崩溃。为什么会做这样判断？哈，本来李在明的认知，这3500亿是说我鼓励企业投资到美国，总共有3500亿的金额，然后我政府来担保啊，对，担保我会把这些人鼓励，他缺钱了，我借钱给他。让他有投资在那这个本来就是不难的事情，韩国做得到，但现在美国是说你要先预付3500放在我口袋里面，要投资什么我再来拨款。李在明到哪里生这3500亿？为什么？我来算给大家听啊。虽然韩国整个这个 GDP 大概是1兆8000亿，但是韩国的外汇存底只有4156亿，换句话说，外汇存底通通搬过去也不够啊。那如果外汇存底要搬那么多去，韩元就会大幅度贬值，韩元大幅度贬值，它的进口物价就上来，因为韩国很多东西要靠进口的，这个进口物价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因为它的进口的占 GDP 比例太高了，因为 GDP 只有1.8兆啊，而它的进口量都快要1兆了，所以这种来来去的话，会造成它很严重的输入型通货膨胀。那输入型通货膨胀来就是经济衰退嘛，所以它撑不住的。这个数字他觉得，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数字哈，韩国从以前到现在政府总赤字多少？7356亿美元，那等于你要再借超过50%，增加了政府负债去筹款给他，韩国的金融系统就崩溃了嘛？对，就崩溃。你韩国还没动作的话，我就先把韩元给卖了，或者是借韩元卖掉买美金。看你怎么贬值，所以金融危机当然会复测。金融危机就是外汇存底太少，要支付的量太大。那你只有4000多亿，要支付3500多亿，当然先卖韩元嘛，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川普的做法哈，是改变原来的协议，本来是讲好的是这样，改变原来的协议。那改变原来的协议基本上像什么？像一个土匪哈，去占领一个村庄了以后，要村民呢把所有的财产全部交出来。这个是一模一样，所以我说美国这个政策叫做土匪经济啊。那这个他说，要这个找替代方案，没有替代方案。这个韩国你最好就是把你家的老婆小孩啊，然后财产全部端出去给美国人。所以现在美国以前的道德光环会不见了，这个新的美国国际秩序会解体，而且解体的对象是韩国啊，韩国。恭喜韩国，祝贺韩国。好，接下来怎么办呢？那南韩眼看着自己，如果真的交出了这个3500亿美元，真的经济就会崩溃了。那他们现在先想出一个办法，是不是？这时候他们突然间想到了啊，干脆我们赶快恢复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吧。所以在9月29号这一天，正式的他们决定恢复对于大陆的团客的免签哦。那么一次可以停留15天，被视为是这个8年来首次，李在明政府终于要改善和大陆
关系的重大一步。韩国力拼全年观光收入从中国这边来要达到7000亿。杨老师怎么看？接下来会导向中国吗？开放观光就可以这个把要付给美国的3500亿给这个平衡回来吗？怎么可能的事情呢？对，他只不过是在做老早应该做的事情。那这2天，其实中国驻韩国的大使馆还有一个声明，要求中国大陆前往韩国的旅客以及在韩国当地的中国人要注意到韩国的反中示威。韩国怎么会这么多反中示威？从李习月下台之后，这很不可思议，因为他认为李习月下台是因为中国人所造成的，是因为中国在要准备对韩国做政治颠覆，反正这些理由啊，比当初川普认为他这个选举被偷走了还要夸张，还要荒谬，而他们还真的坚信如此。到现在为止，你看到在韩国的首尔一些主要的地区，尤其是反而是那个我们台湾支持资助的一个就是华侨小学，那附近示威抗议非常多，然后呢，是针对中国。那现在他开放对中国的3人以上的团体可以停留15天，9个月，到达明年的6月30号。这个做法其实本来就应该这么做，应该要去增加彼此的观光理解。你看，过去这1年来，2024年呢，这个中日韩、台，我们这4个地方其实前往日本的大概是韩国最多了，880万。去年1年，而中国大陆是700万，台湾600万，以人口数而言的话，我们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但我们台湾，也就是明年去年2024年出国去观光，最主要是去日本600万，那第2呢是中国大陆277万，第3呢韩国142万，而现在去年中国前往韩国的人数根本离100万的目标都差很远，所以他这次想要透过免签来去，希望今年的目标能够达成到100万，真的很卑微的一个目标啊！以中国大陆这么多的这个出国的这个人口哈，所以现在中韩的关系，我觉得其实是很紧绷的，尤其是当他内部这种保守人士以尹锡悦帮李学找理由，说是因为中国造成的这种反中示威，这种不理性的作为，连李在明都说这种东西在国际上会替韩国人是造成困扰的，所以用这个方式来去做一些弭平，希望看看这些作为是不是能够持续的有改善就是了。好，李在明现在也很为难，一边是跟美国的关系，一边又希望修复跟大陆之间的关系哦。那其实专家也说了，那与其你被川普这个一层一层的剥削，那不如你赶快在这个 APEC 10月份底到达之前，赶快施行这个背水一战。现在施行双面手法，跟美中之间玩一些这个平衡哦。那谢文哥，你觉得这样有效吗？李在明手上到底还有哪一些牌啊？我认为韩国的牌真的没有，毕竟他对美的顺差事实上蛮高的，而这个所谓的顺差，就川普政府来讲，就是相关国家的原罪哦。也因此，他过去以来就一连串什么对等关税，你只要顺差越多，你就要必须向美国进行妥协和付出代价要越高。特别我们看韩国这一阵子，他非常忧虑他汽车工业，我们知道他的汽车工业占他 GDP 在10%。而它所有的这些汽车来讲，1/4是出口到美国市场，也因此，如果美国市场韩国汽车整个销售受到重大影响，其实对它的整个出口，甚至国家的 GDP， 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巨大。也因此，我认为韩国这次抛出所谓双向策略是一个软性的诉求。那所谓的双向，就是韩国积极向美国表明，我愿意跟你在各个领域合作，我都愿意。好好的务实来谈，那另外让美国来思考一下，我们在这么多领域里面，哪一些是立即可行，而不会让我韩国受到重伤？我认为这是软性的诉求，但我认为对于川普来讲，他就是直接现金交易，对等，那没有什么打折的空间，而且过去以来，他对朋友、对竞争对手、对于他的对手，他的要求其实都差不多。因此我认为所谓双向策略这么软邦邦的一个策略，
我认为对川普政府事实上不会产生太大的效果。也因此，我认为对于对美的谈判，不管是 APEC 或者后续，对韩国都是非常艰难的谈判。韩国需要付出的代价，那肯定会很惨重。好，谢谢继文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